一件羽绒服穿6年，却甩手包了600张电影票。诚意的账到底怎么算的？600这个数字，你先记住一个，对自己抠到什么程度呢？一件白色羽绒服穿了整整6年，6年。拍跑男穿它，录奇妙之城穿它，进南风之我艺剧组穿它，英雄制片厂穿它，到现在2经15日的路透里，他还在粉丝把这件羽绒服的履历扒得一清二楚，比有些艺人的作品列表都长。但就是这么一个人，转手给同剧组的林更新的电影包了600张票，请2经15日全组600号人去电影院看。有横店的工作人员说，自己在那儿干了10多年，头一回有这种待遇，600张电影票和一件穿了6年的羽绒服。这2个数字搁一块儿，你不觉得哪里不对吗？不对，但又好像特别对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不想聊那种哇好节俭好感动的浅层反应，那种东西看完你点个赞就忘了。我想聊的是，当一个在内娱站到顶流位置的人，他的金钱观跟整个行业格格不入的时候，这到底说明了什么？是他的问题，还是整个行业的问题？我打算分4层来拆这件事，从最表面的哈哈好抠，一直包到最里面那个真正有意思的问题。行，开始吧。其实这个话题最早就是粉丝整理出来的，诚意的旧物清单。白色羽绒服6年，这是最出圈的。但不止这个。2024年6月，他穿的一件花衬衫，粉丝一扒，拍与军歌时期的，那是2021年的衣服。2025年跨年彩排他穿的裤子，莲花楼演唱会就穿过了。连热水袋，对，热水袋这种东西，他都能用好几年不换，粉丝给他起了个称号，物质欲望最低的男明星。说实话，这个标签我第一次看到是觉得有点好笑的，因为你想想，内娱是什么地方？那是一个明星穿个衣服被拍到第2次就会被嘲不换衣服的圈子，那是一个接代言、晒奢侈品、用穿搭维持高级感已经变成某种行业默认规则的圈子。在这个环境里，一个人同一件羽绒服穿6年，这不是节俭，这简直是某种行为艺术，但这只是表面。如果你只看到好抠好省，你只看到了10%诚意对自己抠，对别人有多大方。我刚才说了600张电影票的事儿，那个是今年1月份的事，诚意和林更新一起拍2经15日，林更新的新电影《马腾你别走》上映，诚意直接以本名傅诗琪的名义包了600份票，请全剧组去看。这里我多说一句，他用的是本名，不是艺名诚意，是身份证上的傅诗琪。这个细节你品一下，如果是为了做给外面看的，用艺名效果好10000倍。用本名，说明在他心里这就是朋友之间的事，不是公关行为。但600张票只是其中一个。在横店拍戏的时候，他有个外号叫横店灰太狼，别想歪了，不是因为他凶，是因为喜羊羊里灰太狼不是老请客吗？不对，灰太狼是老被薅。反正就是他请客太频繁了，动不动请全组喝奶茶、吃烤全羊，次数多到圈里人调侃他请客跟及时雨似的好。喝奶茶请吃烤全羊，你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，明星嘛，有钱。但下面这件事，我读到的时候是真的愣了一下。寒朝天，冬天，粉丝在片场外面冻得跺脚。诚意干了件什么事呢？他亲自指挥剧组把刚烤好的烤全羊，注意是送到风口。风口，他不是让人端出去就完了，他在意的是粉丝站的那个位置是风口，得把热的东西送到那个最冷的地方去。除夕夜，剧组自己煮饺子，他想到外面可能还有粉丝没吃上饭，让人在外头支了口小锅现煮，每个粉丝分到30个饺子，30个，不是一丝一丝给3、5个，30个。这个数字说明他不是做个样子，他是真的在算，这大冷天的，一个人得吃多少才能暖和。然后你再想想，他自己穿的是那件6年的羽绒服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2025年的西藏地震，诚意捐了50万。再往前，2025年11月香港大埔火灾，他捐了100万。2023年京津冀水灾，又是50万。
家乡辰溪县发洪水，第一时间50万。还有被粉丝扒出来的，他匿名给家乡村里修路，匿名的。要不是后来有人说漏嘴，这事根本没人知道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不是有时候抠，有时候大方。这是一套完整的、极其清晰的金钱逻辑，花在自己身上的，能省就省，1分钱恨不得掰2半花；花在别人身上的，不眨眼，这两面不是矛盾的。他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值得拿出来专门说？因为它在内娱的语境里太稀缺了。你看，现在内娱的一个通行规则是什么？是人设。人设是一种商品，是拿来卖的。学霸人设、吃货人设、宠粉人设、节俭人设，全都有人用，全都有成熟的运营套路。但问题是，当一个行为变成人设的时候，它就已经不是那个行为本身了。它变成了一种表演。你说诚意这算不算节俭人设？我个人倾向于不算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时间线。一件衣服穿6年，这不是某个公关团队能策划出来的 campaign。你见过哪个明星的公关策划是让他6年穿同一件羽绒服？这不合逻辑。任何一个正常的经纪团队都会建议艺人经常换造型，这跟代言、跟商业价值直接挂钩的。第二，渠道。你注意到没有？上面这些事，包电影票、送饺子、给家乡修路，几乎没有一件是诚意自己或者工作室主动对外说的。600张电影票是林更新发微博说的，请客吃烤全羊是横店工作人员说的，修路是被别人说漏嘴的。如果这是人设运营，那这个 PR 团队该被开除，因为他们连宣传都不做。第三，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，他的节俭在商业上其实是减分的啊。对了，在说这个之前，得先说另一件事。诚意2025年9月刚官宣了 Gap 中国品牌代言人。据报道，他代言之后 Gap 中国的同店销售额增长了超过 20%， 品牌方2026年计划国内新增50家门店。这个数据是很厉害的，但你想想，一个被全网叫最抠男明星的人代言一个服装品牌，品牌方不怕吗？按正常的商业逻辑，品牌要的是穿我们家衣服好看，经常换着穿，带动消费欲望。一个穿羽绒服穿6年的人，这不是反向代言吗？然而结果呢？销售额暴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部分是我自己的推测，现在的消费者，尤其年轻消费者，对虚假精致已经产生了某种免疫力。你越是包装的天衣无缝，他们越怀疑。反而是诚意这种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穿衣服穿到旧也不换，但我推荐你这个东西，不是因为我缺衣服穿，是因为我觉得它好。这种真实感变成了最强的说服力。说白了，消费者信的不是人设，是这个人是不是在说真话。这个事儿分量很重，它可能指向内娱商业逻辑的一个底层变化，从谁更会演到谁更真好。到这儿，我们已经从哈哈一件衣服穿6年包到了行业趋势的层面。但我还想再往下挖一层，可能是最个人也最不好量化的一层。诚意这个人，1990年生，湖南辰溪县出来的，中戏毕业，2011年出道，然后沉寂了将近10年，对，10年。从唐宫美人天下到2020年琉璃爆了，中间快10年的时间，他拍的都是小戏，没什么水花。10年，在内娱这个地方，10年没红，大多数人早就走了。你知道10年沉寂期对一个演员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看着同期同学一个一个红了，你没有。意味着你拍一部戏一部戏的领着不算高的片酬，可能有时候还得算着花。意味着你被迫学会了一件事，什么钱该花，什么钱不该花。我不确定诚意的节俭习惯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养成的，这个没人采访过他本人，我不敢断言。但从常理推断，一个经历过长期不被看见的人，通常会形成2种极端中的一种，要么一朝翻身报复性消费，要么把节俭刻进骨子里。诚意显然是后者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他对自己省，对别人大方，这种模式在心理学上有个说法，叫利他性节俭。
不是因为吝啬，而是因为他心里有一杆秤，自己的需求可以往后排，但别人的不行。你想想那个细节，韩朝天，粉丝在风口冻着，他第一反应不是派个人送出去，而是亲自指挥，送到风口。除夕夜，剧组自己在里面吃饺子，热热闹闹，他惦记的是外面的人有没有吃上，这不是公关行为。公关行为是安排人拍照发微博。他的行为模式是先做不说，被别人说出来哦对了，还有件事。今年4月，就是最近，诚意推广家乡晨曦的脐橙做助农，结果遭到有组织的恶意退款，有人批量下单，等脐橙发了物流马上退款，蓄意损耗农产品。晨曦县政府后来公开回应，表彰诚意自2020年起就持续参与家乡助农，包括自费买脐橙送给剧组，参加村 BA 推广文旅一个顶流明星带自己家乡的脐橙被恶意退款，你说荒不荒唐？但这种事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在这个行业里，真的在做事的人是最容易被攻击的。因为做事意味着你把手伸出去了，伸出去的手比缩着的手更容易被人打。这部分我还没找到足够详细的后续信源，所以这只是我目前看到的情况，你们自己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好。说到这儿，该收了，回到最开始那个数字600,600张电影票，在内娱可能只是一条微博热搜的寿命。但如果你把它放进这个人的完整人生脉络里，6年的羽绒服，10年的沉寂，100万级的公益捐款，匿名修的那条路，韩朝天那只烤全羊，除夕夜那30个饺子，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关于抠门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关于一个人怎么花钱就能看出他心里装的是谁的故事。读到这里我差点跳过，还好又看了一遍那段粉丝的话，他的大方从来不是做给人看的，这句话很简单，但在内娱一个几乎所有行为都是做给人看的行业里，这句话的分量比任何数据都重。我可能说错了什么，但根据目前看到的一切，我倾向于相信诚意这个人是内娱生态里一个非常罕见的样本，不是因为他完美，而是因为他真实。而真实这个东西在这个行业里比流量值钱的多，如果你也这么觉得，评论区聊聊。如果你觉得我想多了，也欢迎来说，我这个人最喜欢被反驳了，前提是你得说出道理来，关注一下，下期见。